據觀察者網12月7號報道，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表示，俄羅斯已經準備好迎接無限數量的印度技術工人，以解決國內愈發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。這前兩天，這個普京不是剛去了一趟印度嗎？跟這個莫迪老先生啊，又是擁抱又是握手的，看着那叫一個親熱啊。那本來咱們以為，你說這倆人湊一塊兒，頂多也就是聊聊這個石油怎麼賣，聊聊這個布拉莫斯導彈怎麼造。結果呢，这個普京前腳剛走，後腳俄羅斯那個第一副總理曼圖羅夫就放了個大炮仗。這炮仗一響，我估摸着不少俄羅斯老百姓在家都能從炕上掉下來。俄羅斯說了啊，我們已經準備好了迎接無限數量的印度技術工人。聽聽這個詞兒，無限數量，這不是300、500啊，也不是3萬5萬，是無限啊！是不是這個印度來個1000萬人你也敢收？這事它不簡單啊，這哪是招工啊，這是要換血呀！之前我就聊過大量印度勞工赴俄，當時俄方沒有承認，現在看來並非空穴來風啊，應該是很早就開始與印度方面進行溝通了。咱們都知道俄羅斯那性格啊，那是出了名的生人勿近啊。平日裡走在這個大街上，你衝他笑一下，他都觉得你是不是要搶他錢包。那是一個極其講究血統、講究宗教、講究文化的民族。這回怎麼了？怎麼就突然把這個國門給敞開，要讓吃咖喱、跳肚皮舞的三哥們無限量進去了？說白了，這就叫人窮志短，馬瘦毛長。不是這個俄羅斯人轉性了，變得熱情好客了，是真的沒辦法了，是家裡面揭不開鍋了。不是缺米缺面啊，是缺幹活的人。這就像是地主家要收麥子，但眼瞅着天要下雨了，家裡面的長工都跑光了。那這個時候你別說是印度人了，那就是外星人開着飛碟來，只要能把這麥子給收了，地主都得喊一聲大爺。咱們得給這個事把把脈啊！這俄羅斯怎麼就缺人缺到這個份上了？你想啊，這個俄烏衝突打了快3年了吧？這戰場那就是個無底洞啊！這1000多天打下來，那是真真正正的绞肉機啊！這俄羅斯把家裡面能打仗的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一波一波的往上填，這壯勞力都去哪兒了？那一部分呢在前線蹲戰壕呢，回不來；一部分呢已經那是永遠回不來了。還有一部分呢，哪怕是沒去前線，也被這個徵兵令給嚇跑了。前2年那會兒啊，格魯吉亞、哈薩克斯坦邊境上排隊跑路的俄羅斯年輕人那是人山人海啊！這就導致一個什麼結果？俄羅斯國內的勞動力市場空心化了。所以現在俄羅斯什麼情況？工廠裡的車床沒人開，那個什麼數控機床啊就在那兒落灰，建築工地上沒人搬磚啊，樓蓋到一半就停了。那就連是開出租車啊、送外賣、掃大街的活啊，都快沒人幹了呀。官方數據說，這個製造業缺口幾十萬，服務業缺口上百萬。我跟你說，這還是摟着說的，真實情況可能比這還要慘得多。以前俄羅斯是怎麼湊合的？靠斯坦兄弟們啊，塔吉克斯坦、烏茲別克斯坦、吉爾吉斯斯坦這些中亞國家啊，那是俄羅斯傳統的勞動力血庫。以前那個莫斯科的掃地大媽、聖彼得堡的建築工人，一大半都是中亞面孔。可是現在呢，這幫中亞兄弟也不傻呀，現在盧布貶值了，你說辛辛苦苦幹1個月，換成美元寄回家，還沒有以前的一半多，誰幹呀？另外，這個俄羅斯現在查的嚴啊，警察動不動就抓壯丁。聽說有的這個中亞勞工啊，幹着幹着就被送到前線挖戰壕去了，這誰受得了啊？把命搭上划不來啊！人家中亞國家現在也有新去處了啊，去這個土耳其，去海灣國家，甚至去韓國打工，工資高還安全，誰還非得在一棵樹上吊死呀？所以這就尷尬了，那原來的血庫沒血了，新的血又造不出來。你說俄羅斯的出生率啊，那是慘不忍睹啊，這都不用細說，大家都知道。這個時候，普京回頭一看，這南邊有個大鄰居啊，這家裡面別的不多，就是年輕的小伙子多的那是漫山遍野啊。印度那個擁有14億人口，而且一半以上都是30歲以下的國家，這不就是現成的人肉電池嗎？所以啊，這次無限量引進印度人啊，那是俄羅斯實在沒辙了，被現實給逼到牆角了。這哪是福氣啊，這是救命稻草啊，抓住就不敢撒手。這印度人真要來了，而且是無限量的來，俄羅斯這個社會得變成什麼樣啊？
我给你描述個畫面啊，你想想，這莫斯科的紅場邊上，大雪紛飛，零下20度啊，一群穿着單衣、裹着頭巾的印度老哥在那哆哆嗦嗦鏟雪，嘴裡面還嚼着瑪薩拉。那旁邊走過幾個喝得醉醺醺的俄羅斯大漢，手裡面拎着酒瓶子啊，斜眼看着他們。這畫面啊，是不是透着一股子違和感？俄羅斯這個民族啊，咱們得實話實說，排外情緒那是相當嚴重的。他們那是自詡第三羅馬，是東正教的堡壘。在很多俄羅斯老百姓眼裡，除了他們自己斯拉夫人，那其他的都不太入流。以前那些中亞人，好歹以前都是蘇聯大家庭的，俄語多少能聽懂，這生活習慣嘛，也磨合了幾十年，就這樣還天天鬧矛盾呢。什麼光頭黨打人呀，警察刁難啊，那都是家常便飯啊。現在好了，你給弄來一幫語言完全不通、宗教完全不同、生活習慣天差地別的印度人。這印度人的習慣咱都懂啊，没事呢就愛聚眾跳個舞，說話愛搖頭晃腦，上廁所那都是另一套講究。這要是跟俄羅斯那種不苟言笑、一言不合就動手的性格碰上了，那就是火星撞地球啊！而且你別忘了啊，那印度也是個神奇的國家。這印度人出國打工，那都是有組織的。他們是特別喜歡抱團，來了一個就能把全村都拉來，來了一群就能在當地搞個小孟買。這要是以後莫斯科郊區出現了好幾個印度村，滿大街都是咖喱味兒，俄羅斯大媽去買菜聽不懂價錢，俄羅斯警察去查房聽不懂解釋。哎呦喂，那治安壓力，那社會矛盾啊，想想都替普京腦仁疼哦。這不僅僅是幹活的事兒啊，這是生活秩序的衝擊啊。老百姓是最怕什麼？最怕身邊突然多了一群陌生人，工資被拉低了，因為這個印度人便宜啊，給口飯就幹。治安變亂了，語言不通容易產生誤會，那誤會了就容易動手啊。這到時候這俄羅斯內部的民族矛盾恐怕比去前線打仗還讓人頭疼。你說既然知道後果這麼嚴重，普京他為啥還要這麼幹呢？難道克里姆林宮裡的謀士都傻嗎？當然不傻了，這叫兩害相權取其輕。擺在俄羅斯面前的其實是兩個有毒的蘋果，左邊這個蘋果叫經濟崩盤，沒人幹活，工廠停工，導彈還造不出來，麵包烤不出來，暖氣管子壞了沒人修，那國家直接就癱瘓了呀，這仗也就別打了，直接投降算了。右邊這個蘋果叫社會動盪，引進來一大幫外國人，衝擊本國文化，治安變差，老百姓罵娘。你要是普京，你會選哪個？肯定是選右邊啊。社會動盪那是慢性的，經濟崩盤那是急性的呀。先活下來，先把這個仗打下去，以後的事兒以後再說。而且這裡頭啊還有個地緣政治的小九九，俄羅斯現在是孤立無援啊，那是真的孤獨啊。向西看全是敵人，向南看中亞那些小兄弟也不太聽話了。這個時候拉住印度那是戰略需求，印度人來了，這俄羅斯不僅多了勞動力啊，還跟印度這個大國深度綁定了。你想啊，要是俄羅斯有幾百萬印度勞工，印度政府能不關心俄羅斯死活嗎？這叫人質外交啊！哦不，這叫深度融合。這也算是俄羅斯給西方看的一個姿態啊！你們不是封锁我嗎？你們不是不帶我玩嗎？我不稀罕，我有東方兄弟，我有南方兄弟。但是這筆買賣怎麼看怎麼透着一股飲鴆止渴的味道。這俄羅斯一直標榜自己是傳統價值的守護者，反對西方的多元化，強調俄羅斯民族的純潔性。這結果呢？為了維持戰爭機器的運轉，不得不親手打破這個神話，引入大規模的異文化移民。那往長遠了看，這個事兒對俄羅斯意味着什麼？我覺得這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俄羅斯的國家面貌。你看看现在的英國，现在的加拿大，那滿大街都是各色人種啊。英國首相蘇納克那就是印度裔啊。俄羅斯雖然嘴硬，但是這回口子一開啊，只要形成了制度化的路徑，以後想關可就難嘍。這印度人那可是出了名的能生能熬能鑽營啊。這第一代是勞工，幹着最苦最累的活，但是第二代可能就開小店做小買賣了，這第三代啊，沒準就考公務員進大公司了。到那個時候啊，這俄羅斯還是那個斯拉夫人的俄羅斯嗎？雖然說現在這個俄羅斯也不全是斯拉夫人啊，但是主體民族的地位一直還是很穩的。要是這幾百萬上千萬的生力軍進來，那人口結構的變化是潛移默化的呀。而且還有一個隱患，那就是恐怖主義啊。咱不是在這瞎說啊，這大規模的人員流動，你說這個中間混進點什麼人，那是誰也保不齊的呀。
那之前莫斯科音樂廳那個恐襲案，不就是外來移民幹的嗎？現在管理難度更大的印度人來了，這俄羅斯的情報部門啊、警察部門啊，那是真的得把這個弦給崩斷呀。所以說啊，俄羅斯啊，這回是賭上了國運，賭的是什麼呢？賭的是在副作用發作之前呢，能把這仗打完，能把這經濟給穩住。如果賭贏了，這些勞工那是功臣，以後慢慢遣返或者消化。那如果賭輸了，或者說這個仗打個沒完沒了，這些勞工啊，很可能就變成內部的特洛伊木馬。那個時候啊，內憂外患一起爆發，那畫面，咱是真的不敢想哦。咱們今天聊了這麼多啊，其實歸根結底就一句話：戰爭沒有贏家。你看俄羅斯啊，看着好像是挺硬氣的，實際上裡子已經千瘡百孔了。為了這場衝突，不僅僅是死了人花了錢，更是在透支未來的發展潛力，甚至是在拿民族的基因做交易啊。那個曾經写出托尔斯泰、柴可夫斯基的俄羅斯啊，那個擁有强大工業底蘊的俄羅斯啊，現在不得不靠把這個國門大開，迎接廉價勞动力來維持呼吸。這對於心氣兒極高的俄羅斯人來說，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呢？曼圖羅夫說：“準備好迎接無限數量的印度人啊！”這話吧，聽着豪邁，其實背後全是心酸。那是沒辦法的辦法呀，那是走投無路的妥協。咱們作為旁觀者，看着這一幕，心裡面也得有點數。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財富永遠是人，是自己的人民。當一個國家不得不靠外人來填補自家空缺的時候，那離真正的危機啊也就不遠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這兒了。俄羅斯玩的這出，您覺得風險大不大呢？評論區聊聊哦。我是小懶，我們下期再見。